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，有時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。試想這樣一個場景，你出於好心，想要幫某個人一把。也許是想把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介紹給他，也許是在眾人面前特意誇獎他，想讓他更有面子。在你看來，這是一份禮物，是一份善意。可是，對方的反應卻完全出乎你的意料。他可能冷冷地拒絕了，可能並不領情，甚至表現得有些傲慢，覺得你多管閒事。這個時候，你的心裡一定會感到一種混合了尷尬和生氣的滋味。在中文裡，這種特定的憤怒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成語來形容，叫做不識抬舉。我們要看懂這個詞，首先要看懂抬舉這兩個字。抬是把東西搬起來，舉是向上托起。在古代，這往往指把一個人提拔到更高的位置，或者給予特殊的優待。所以，抬舉這個動作本身就帶着一種向上的力量，我是為了讓你更好，為了讓你位置更高，才這麼做的。那麼，不識抬舉的意思就很明白了，別人費力把你抬起來，想要給你好處，你卻不識，也就是不懂得，不領情，甚至反而讓對方下不來台。這個成語通常不是用來描述平等的拒絕，而是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情緒。說話的人往往覺得自己是在施捨善意，或者處於一個更有權力的位置。當他說某人不識抬舉時，潛台詞往往是我給了你面子，你竟然不要。比如在職場上，老闆想提拔一個員工去管理層，員工卻說我想準時下班，不想當經理。在老闆眼裡，這個員工可能就是不識抬舉。或者在社交場合，長輩想給晚輩介紹對象，晚輩卻直接當眾拒絕。長輩覺得面子掛不住，也會在心裡罵一句，真是不識抬舉。不過，我們換個角度想，這個詞其實也很有趣，因為它暴露了人際關係中的一種錯位。很多時候，被罵不識抬舉的人未必真的不知道好歹，他們可能只是有着不同的價值觀，或者並不想要對方給予的那種好處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你眼中的抬舉，在對方眼裡可能是一種負擔。所以，不識抬舉這個詞，雖然聽起來是在批評別人不懂事，但它其實更像是一面鏡子。它照出的是那個給予善意的人因為期待落空而產生的惱怒。下次，當你聽到有人用這個詞，或者你自己忍不住想用這個詞的時候，不妨停下來想一想，這真的是對方的問題嗎？還是說，我們想要抬去的地方，並不是對方想去的地方呢？